with someone to satisfy my craving for getting. Wanna thank God for them. Now, baby, you got. 裴总，查到了，是桃李村的村长想把女儿塞给你。昨天聊收购方案的时候，在你酒里下了药，还好你走错房间，才没中他们奸计。走错了房间？那昨天那个女人是谁？不知道。这是把我刚……张秀柱，那是我的女人，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，必须把她找到。是，裴总。我的天哪！这孩子竟然把我的助产钱都掰弯了！真是虎母无犬女啊！来，跟上去，再使把劲儿，已经能看到头了。是个女孩，长得像妈妈一样好看。这是我亲生父母留给我的玉佩，被我不小心摔成了2半，这一半正好给她戴上。妈妈会保护好你的。江小姐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孩子的爸爸怎么不在？死丫头，你别以为你生了一个小野种就想稳住江家，哼！我可告诉你，隔壁村的王瘸子他愿意出10万块钱的彩礼娶你。走，回去嫁给他。你撒手你！好，不走是吧？来，给我你！不走我摔死这个小野种！爸，我求你了，我听你的，求求你放过我的孩子，求求你放过我的孩子。裴总，人找到了，而且找1送1，恭喜裴总，你要当爸爸了！真的，我有孩子了。人在哪？快带我去！你就是桃李村1年前招待所的那个女孩？是我，裴总你好，我叫秦婉婉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女儿。陈特助，立刻安排下去做亲子鉴定。如果她真的是我的女儿，我会对你们母女俩负责的。秦小姐，婉宁，你可一定要撑住啊！孩子，他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行了，医生说他感染了急性肺炎，昨天晚上抢救1晚上也没抢救过来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会这样？生下来的时候他还好好的。不行，我要去看他。婉宁，别这样，孩子已经被叔叔阿姨接走，火化了。他们怕你太伤心，才让我瞒着你的。你刚刚生产完，身子还太虚弱了，别哭坏了身体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江婉宁，多谢你替我生下了云城首富裴思月的孩子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首富夫人。
回事了，是吧？反了你了，马上给我滚回来，听见了没有？我是不会嫁给王瘸子的，我叫婉宁，就算死在外面，也绝不会再踏进江家半步。你，哎呀，姐姐，你这脾气可真大！你说你一个未婚先孕的二手货，连野种都能克死，还装什么清高？幸亏你那个野种啊死得早，要不然这云城哪儿还会有人要你？江雪儿，我警告你，别拿我死去的孩子开玩笑。当初要不是你灌醉我，我怎么会怀孕？让我回去给你换彩礼钱，想都别想。而且我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原来他也有孩子了。如果我的孩子没死，现在应该也这么大了吧？思月、芝芝、婉婉，一定是我看错了。婉婉5年前就出国嫁人了，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儿呢？芝芝，你看，妈咪给你买了新的项链，正好把之前那块旧的给扔了吧。我不喜欢你，你才不说我妈咪。你这孩子，知不知道这块玉佩多贵啊？哎，我裴家还不至于连一块玉佩都买不起。再说了，这孩子出生到现在，你也没跟他背，他和你不亲很正常。还不是因为老夫人非要让我离婚。要不是当初你嫌芝芝晚上哭闹，在她奶瓶里下安眠药，我妈会生气吗？你到现在都不清楚你错了。对不起嘛，思月，毕竟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，没有经验。最近几年我也一直都在海外进修，就是希望有一个能配得上你的身份，到时候我们就复婚，好不好？我说过，只要你还是芝芝的亲生母亲，我是不会亏待你的。但至于这个复婚嘛，思月，你再给我1年的时间，等到时候我从海外进修回来，一定能够向你证明我能做好你的夫人，做好芝芝的妈妈。爹爹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在那个女人回来之前找到我的妈咪。宝贝儿，你爹地我一天几百万上下，哪里有时间去给你找妈咪啊？你不去找，那我就自己去找妈咪。再说，你有这么一个温柔体贴、帅气多金、魅力十足的爹地，难道还不够吗？芝芝，裴芝芝，臭爹爹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敷衍我。黄物建筑学，一个农村来的，认识这儿吗？志哥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这边工地啊，人也不多，我看你长得也不赖，哥看上你，报个价，多少钱一晚？你说什么？装什么装？我可是这片工地的工头，想跟我的人不多，但没有机会。再说了，你一天就在我们一群睁眼瞎里面装知识分子，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。我给你这个机会。见过小脑发育不全的，大小脑完全不发育的还是第一次见。好了，我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，临走前还真有一个小礼物想送给你。算你懂事。送我什么礼物啊？玩的挺花，我喜欢。你不要乱来啊！胆子这么小，也敢学别人出来撩妹？妈咪，妈咪，小心！芝芝，芝芝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不说话？孩子没受伤，可能就是吓到了。这儿的供应链偷工减料，房子质量堪忧。都说这名真要以书相许，你救了芝芝，我把我爹地许配给你，好不好？
妈咪，妈咪，不好意思啊，孩子不懂事儿，刚刚真是谢谢。你没受伤吧？没事儿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妈咪，我真的是你女儿，我从小记性就好，记得妈咪。我还和爹地画过你的样子呢。这就是阿姨在你心目中的样子呀。芝芝，别闹了，我们快回家吧。爹爹，如果你不让她做我妈咪，那我就告诉奶奶，她最喜欢的古董花瓶是你打碎的。小朋友，今天在工地门口站在你身边的人应该是你的妈咪吧？阿姨看得出来，她也很爱你的。阿姨单位待会儿还有事，要先走喽。对，阿姨很忙了，我们也快走吧。妈咪，那个女人不是我妈咪，她早就离婚了。我爸爸很有钱的，芝芝的零花钱有5000万，爷爷奶奶还给了我5套别墅，这些都可以当做彩礼给你。芝芝，5000万游戏纸币和5套积木别墅就别拿来逗阿姨了啊！我家其实条件很不好的，房子是租的小户型，也没什么存款，彩礼更是掏不起，还带了一个孩子，以后的日子还是苦着呢。妈咪，你又要丢下我了吗？我不嫌弃你啊，你要是也不嫌弃我，就是个月薪3000的打工的，我们就结婚吧。啊！祝2位新人百年好合。妈咪，恭喜你啊！没想到我竟然因为心疼一个孩子，把自己嫁给了一个陌生人。爹爹，你和妈咪结婚是你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啦！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奶奶。芝芝，你还记得你答应爹地的事儿吗？知道啦，在你考察期结束之前，不想让你透露我们家的真实情况。真好。我不信这世上有哪个女人会自愿嫁给一个2婚带孩子，连彩礼都给不起的男人，肯定有鬼。等你的狐狸尾巴露出来，芝芝就能彻底死心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要我往里面打钱是吗？啊，不，这个是我这些年的积蓄。我看芝芝也快到上小学的时候了，这张卡你拿着，以后家里的钱交给你来管。虽然钱不多，但我现在已经接到了一家公司的 offer， 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努力，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。难道是我误会他了？对，光说挣钱了，忘了问你之前是做什么的。我记得芝芝之前给我你的名片来着。嘿，哎，芝芝，你是不是肚子疼？瞧我名片干嘛？该不会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职业吧？怎么会呢？你也知道，我平时就是一个给别人开车的。我们呢，平时很多应酬，大家总喜欢给自己安排一个职位，叫什么什么总的。这名片就是拿来吹牛的，我觉得不看最好。我倒要看看你吹了多大的牛！这个感觉怎么这么熟悉？爹地妈咪，这里人太多了，你们回家再报行不行？走吧，我们去商场逛逛，最近珠宝什么的最流行了，多买点。珠宝这么快就按耐不住了。妈咪，这个珠宝好可爱呀！芝芝喜欢就好。这就是你说的珠宝吗？喂，我刚刚去工地视察了一圈，通知下去，所有工地停工，彻查一切供应商。
妈咪，你送了我一个珠宝，我也要送你一个。这块玉佩除了花纹不一样，和我给我女儿的那块好像。这是我亲生父母留给我的玉佩，被我不小心摔成了2半，这一半正好给她戴上。妈妈会保护好你的。这块玉佩跟芝芝的好像啊，就是图案不一样。你说什么？芝芝，你说你也有这块玉佩？蝙蝠身上插鸡毛，装什么凤凰？真以为进了高档商场就是什么高档人呢？我们这款玉佩可是限量定制版，你们什么身份也敢说自己有？你怎么说话的？我们是顾客，看看还不行吗？这种高档货你也配看？瞧瞧你那层破烂，浑身上下加起来有200块钱吗？一股子穷酸味儿，赶紧走，别脏了我们店的空气。难怪我觉得这店一进来就一股子穷酸味儿，原来根子出在你这里呀！也是，再好的东西进到你这张嘴，可不就掉价了吗？怪不得我觉得这儿的东西啊都便宜得很。你敢骂我，赶紧滚！你这些乡下人手脚最不干净的，要是我们店丢了什么东西，你这个乡巴佬把女儿卖都赔不起。我看这店里最不干净的就是你这张嘴。爹爹，一个女人看一个东西，超过5秒就是喜欢。妈咪看了10秒，肯定很喜欢，你就给她买嘛。好，好，好，把这个拿下来给我们看一下。你疯了！这么一块小小的石头，在我们老家都够买好几个养猪场了，你得开多久车才能挣回来？其实也还好。妈咪，你想要就让爹爹给你买吧。这样吧，我发善心，出了商场右拐有个2元店，里面不但有玉佩，连玉山都有。闭嘴！怎么回事啊？吵吵闹闹的。经理，这3个人不买东西还偏要试，万一弄坏了，他们都赔不起。老板好。老板，老板的确实好，但我们就看上了这个新版的，我们就要这个。哦，对，这次呀是我们服务态度有问题。这样，作为道歉，这枚祥云玉佩我就免费送给你们一家3口了。免费？那我再加一对金手镯。什么？那我再加一顶金凤冠。啊，经理是害怕被投诉影响他们的品牌形象。这样，我刚刚看见你衣服脏了，给你买了一套新衣服，你先拿去换上。这里的事儿我来处理。行，咱们也别为难人家。走吧。经理，你胡说什么呀？这几样东西加起来都要上百万呢，凭什么送给他们？看，这是我们商场的大老板裴思月，裴总，你还真是有样。什么人都敢得罪。我们商场一向要求是把顾客当成上帝，你们品牌还真是可以，竟敢明目张胆的把顾客分成3六九等。我也是为了公司形象，裴总，我错了。你不是错了，是怕。既然你说为商场形象考虑，那我现在通知你，你被开除。因为像你这样的垃圾，我们的商场形象才会变差。经理，你帮我求求情。你一边去一边去。我告诉你，下次如果再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你这个经理跟他一起走。是，不过夫人和小小姐还真不愧是母女，长得还真像呢。既然他们喜欢这玉佩，那就作为我们柜台的赔礼吧。你说的也对，他们母女俩呀，确实挺像的。这裴总怕不是学过变脸吧？吓死宝宝了！你走，哪找这么个人？好啊，你个小馋猫，吃冰淇淋吃的到处都是。妈妈帮你擦擦嘴啊。芝芝，这是你的玉佩吗？可惜只有一半了。
婉宁，真的是你呀！我还以为你跑到大城市能有什么出息呢，没想到就是给人家当保姆带孩子呀。果然是应了那句老话，狗走到哪里都改不了吃屎。这是我妈咪，才不是什么保姆呢。妈咪，我说怎么不愿意回去嫁给王瘸子呢？原来是上赶着给其他野种当后妈咪了。江雪，家里的鱼是不是没干活，净提你脑袋了？连小孩子都不放过。江婉宁，你敢骂我？你可别忘了，当初要不是我爸妈把你接回家里，让你有口饭吃，你现在还能这样跟我说话吗？啊？现在倒是有出息了，居然能这么跟我说话。不准欺负我妈咪！你这个小畜生，你知道我的包多少钱吗？包你卖了都赔不起。你想干什么？江雪，我记得你一直说你的牙不太好，想要去整牙，对不对？你干嘛现在提这个事情了？江婉宁，你这个疯子！你专门让这个小畜生打我！我告诉你，以后这个小畜生绝对和你那个野狗一样的下场！江雪，说过，自打你们害死我孩子的那天起，我就与你们恩断义绝了。你要是再敢出言不逊，就狠狠教训你。你想干什么？芝芝，非礼勿视。喂，陈德主，我结婚了，你现在去帮我找一套房子，要户型小一点，当婚房使用。裴总，一种身份不明的人，你也敢随便结婚？我观察过了，他人很好，也不是为了钱来的。芝芝跟他在一起，多看点短剧吧，裴总。你后妈都是趁着家人不在偷偷打的孩子。真不是呢，这么小的孩子都打。天哪，没事吧，宝宝？你竟然敢打他！爹爹，你说错了，是一个坏女人打的我，妈咪替我教训她，手都受伤了呢。你快跟她道歉！不，刚刚的事我也有责任，如果不是我的话，芝芝也不会被打。我已经教训过她了。没错，妈咪力气很大很大，那个花一个牙都被打掉了呢。哪里都被打掉了，明天还剩几颗好不好？再说了，是他自己牙不好，轻轻一碰就掉了。你个小坏蛋，添油加醋是不是？干嘛？这保护别人的前提也得保护好自己才对。别怪我，不该让你们两个人单独出来。还有哪受伤了吗？你不会觉得我是什么坏人吧？我是没养过孩子，但你放心，我会学习努力当一个好妈妈的。你呀，已经做得够好了。哦，这是刚刚那个礼配，老板呀，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，赔偿给我们的。我跟芝芝的已经都有1块了，这个你就先留着吧，当个传家宝也行。随你。下周是芝芝的生日，如果有其他什么想要的，再跟我说。下周5也是我死去孩子的生日，难道这孩子……不准欺负我妈咪！我的天哪，这孩子竟然把我的助产钱都掰弯了，真是虎母无犬女啊！生日也对得上，难道芝芝？4月，芝芝是你和你前妻亲生的吗？是我们亲生的，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那你前妻长什么样？她人在哪呀？我们两个人感情很不好，所以就没留下照片。而且她一直在海外进修，也不怎么经常回来。他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看来是我想多了，人家养了5年的孩子，怎么可能是我的女儿呢？爹爹，妈咪，芝芝饿了，我们能回家了吗？啊，回家，对，回家。那个家在哪个方向呢？是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安排一套房子。你
安排好了，3室1厅，而且还有小惊喜哦。你怎么回事？你不会连自己家在哪都忘了吧？记得，当然知道在哪。走，我们回家。1室1厅，陈曦，你可真是给我好大的惊喜啊！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不好意思啊，家里实在是有些太乱。要不这样，今天你睡我房间，我睡客厅就行。我们都是夫妻了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虽然我们领了证，可这也有点太……我帮你收拾一下房间吧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我来吧，我力气很大的。啊！弟弟，你这么没用，这是什么时候才能有弟弟妹妹？看来还等本小姐出手。果然是日有所见，夜有所梦。该说不说，他还是挺帅的，反正也是做梦，不如……你干什么？啊，不是梦。哎，不对，你怎么在我房间？对啊，我怎么在你房间？不对，这明明是我房间。对呀，我明明记着我没……我都说了，我们是夫妻，你要想睡，大大方方说出来不就好了？干嘛半夜偷偷上别人的床？没有啊。对呀，我明明记得我是……妈咪，我饿啦。好嘞，妈咪带你去吃早点。裴之之。恭喜裴总万年铁树再次开花，老爷和老夫人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夏教主，东南亚那边缺人给火龙果挑籽，我看这工作挺适合你。对了，让你查夫人的事儿查的怎么样了？夫人从小是被桃李村的一对夫妇收养，那家人对她很不好。听说是因为夫人被逼嫁给村里的一个瘸子，才躲来云城的。看来真是我误会他了。既然这样，该找个机会跟他坦白我的身份了。他知道我是裴氏总裁，一定会很开心吧？哦，对了，夫人今天要入职一家名叫繁星的建筑设计公司做设计师助理。我看短剧里说，学历不高的人进入到这种大公司都会被欺负的。夫人会不会？少看那些狗血的东西。通知下去，收购繁星，让高层务必仔细对待。是。江婉宁这个贱人，害我补牙又花了一笔钱。等我下次再看到她，我一定不会放过她。喂，爸，你不是说认识繁星集团的人给我介绍工作吗？我要求不高，事少钱多就行。都安排好了，等会儿他就来接你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哎呦，您终于来了，夫人。裴总啊，特意叮嘱过我，绝对呢不能让您受半点委屈。你有什么事，吩咐我就可以了。夫人，这些该不会就是我爸找来接我的人吧？
难道他们把我认成了总裁夫人？哎呀，我都说了让他低调些，结果还是没有瞒过去。江婉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入职了繁星集团啊？像你这种乡下来的土包子，也配和我一起工作？江雪儿，你是什么高档锁吗？非要别人跟你配？再说了，我是土包子，那你就是土包子的妹妹。嘿，哼，我和你可不一样，你一个被捡来的野种，爸已经说了，要和你这种私生活不检点的女儿断绝父女关系。再说了，你和你那个死了的丧门星，让我们江家在村里头都抬不起。我看你是连剩下的牙都不想要了。哼，江婉宁，我现在可是繁星集团的总裁夫人，等我进了公司，以后的账我慢慢跟你算。总裁夫人，她什么时候结婚了？夫人，等一会儿呢，公司啊要来一个大客户，对设计有极高的品质。我们这些人吧，那都是束手无策。要是您能搞定这个大订单，总裁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凭我这姿色，有什么客户是搞不定的？等我拿下订单，就能彻底坐实总裁夫人的位置。走吧。哎，好，没问题。三叔让我来接那闺女，怎么不见人呢？杨雪儿，我倒要看看你又搞什么幺蛾子。我拿500万出来，你们就给我设计这种垃圾东西？你们的负责人就是穿成这样来跟我谈合作的？你怎么没告诉我马东是个女的？啊，夫人，马总的业绩很出名的，我以为您知道呀。哎，夫人，你给我想想其他方案，拿下订单呀。这都什么东西？我根本看不懂，好吗？既然这样，那之后的流程就和我的律师谈了。马总，我有个方案，相信您看过后一定会满意。张婉宁，你一个村姑，连大学都没有上过，能有什么好方案？就是连我们夫人都想不出来的方案，你一个农村女人搞砸了，负得起责任吗？农村女人怎么了？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农村女人？我也是大山里出来的，我只知道建筑设计不计较出身，只看重能力。是。我欣赏你的自信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作为建筑设计来说，重要的是客户需求。这次的项目是要打造一个300平的海边玻璃屋，大家请看。江小姐，合作愉快。马总，恭喜你有了自己的宝宝，希望他可以在这个房子健康长大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从来没有跟外界透露过。别针代表别经，我以前生孩子的时候也别过这个。今天看到您别这个，我就明白了你真正的需求是什么。这个项目有你这样细致入微的设计师，我很放心。只是没想到你年纪轻就有孩子，你这么厉害，你的丈夫和孩子肯定也不差。我老公对建筑方面也有一定的了解，我们平时没事的话会展开一些探讨。如果地基出现了问题，这一块很容易会塌方的。但是这一块已经没有了支撑，如果不完善结构，会有危险的。爹地妈咪，你们不要再乌鸦嘴了。
哎呦喂，夫人，您消消气啊，消消气。总部那边收到消息，说明天要给设计部举办庆功宴。不就拿下个订单吗？有什么好庆的？夫人，那个江婉宁啊，只是设计部的一个小员工，您去跟裴总说一声，这功劳还不都是您的吗？没错，既然他们把我认错成总裁夫人，那我就借机把江婉宁赶出反省。今天妈咪能拿下这笔单子，你和爹地都有一份功劳。等奖金发下来了，妈咪带你们去吃大餐。谢谢妈咪，妈咪真好。是我有你们真好，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，真想永远跟你们在一起。以后这酒啊，还是得少喝。你看你都说胡话了。是要少喝，我以前就是因为这个被江雪儿骗。被骗什么？裴思月，你可不能骗我，不然我会伤心很久的。好，很乖，假秘密尝尝。怎么又来呀？不行。头好痛，以后再也不喝酒了。偶尔喝一点啊，对身体还是很好的。对了，今天晚上你们公司不是要举办这个庆功宴？等会儿啊，我和芝芝带你去挑选礼服。那种谄媚奉承、互相巴结的场合，我还是别去了。再说，我连件像样的礼服都没有，指不定被怎么笑话呢。放心，今天呀，有我和芝芝在，保证让你今晚惊艳全场。这儿的衣服真好看，像宅男一样，我们肯定买不起，还是赶紧走吧。可是我们店今天有抽奖活动，要参加吗？还有这种好事，当然要参加。第一等奖！天哪，竟然是1等奖，我也太幸运了吧！1等奖的礼品是这件。好看吗？妈咪，你就像从童话里面走出来的公主哎！爹地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好看，真的很美。我们走吧。喂，陈启，通知 Beauty 的首席设计师给夫人设计一双水晶鞋，送到明天的庆功宴上去。明天啊，我就要摊开身份了。总裁夫人最美了，今晚一定艳压群芳啊！学姐人美心善，么么哒。对了，你不是裴总的司机吗？裴总他人怎么样啊？他人挺好的，怎么突然问这些？还不是因为那个裴总夫人在我们公司啊！妈咪，你都知道啊？你不怪我隐瞒你。没事儿，关紧要的人而已。难道这是生气了？婉宁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也就不瞒着你了。这总裁夫人啊，其实她就是……就是江雪儿，这事儿我从入职第1天就知道了。什么？婉宁，
时间不早了，宴会也要开始了，你们就先进去吧。我呢，去接下裴总。走吧。哇，不愧是总裁夫人，这个是今年 Beauty 家的新款高定礼服，全球限量5件呢。那当然，裴总可是很宠夫人的。据说今天被邀请来的不仅是我们公司的员工，还来了很多云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随便搭上一个就能让我们下半辈子吃喝不愁。江婉宁，等今晚宴会结束，我就让你滚出繁星集团。哎，怎么不见江婉宁啊？要说今天这场庆功宴，她可是最大功臣呢。他们那一家子的穷酸货，估计连礼服都买不起吧？现在估计被保安当成乞丐拦在门口了。有可能。这哪个女明星啊？好有气质！繁星竟然有这样的大美女，以前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？这是江婉宁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听说裴总的夫人来繁星姐城工作，该不会就是她吧？说什么呢？真正的裴总夫人是我身边这位。这个江婉宁，估计是捡的谁不要的礼服，浑水摸鱼进来的吧？才不是呢！我妈咪的衣服可是全球高定的，是我爹爹专门给她买的。江雪，你疯了！大家看到了吧？为了一件破礼服，这剽窃成这个样子，果然呀，野鸡就是野鸡，再怎么装扮也成不了凤凰。我看是因为今天来的非富即贵，打扮成这样，方便他勾搭人吧。你凭什么拿一件衣服定义我？凭你那张狗嘴吗？你怎么骂人啊？果然是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没文化没教养。要不是捡到了马总的项目，谁搭理你？我看你下象棋不错，这么喜欢马后炮，你去捡一个试试。哎呦呦呦呦呦！说几句实话，这就急了呀。你呀，真该跟我们夫人好好学习一下，什么叫做度量。刚忘了骂你是吧，死娘炮！我急了，你被狗咬你也急。妈咪回我！江婉宁，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同事，没必要这样吧？我作为总裁夫人呢，有必要提醒你一句，把心思不要放在不该放的事情上，好吗？妈咪，我偷偷告诉你，她根本都不是总裁夫人。你这个小野种，你说什么呢？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江雪，你这么心虚干什么？该不会是被芝芝说中了，恼羞成怒吧？江婉宁，我看你就是嫉妒我成为了总裁夫人，所以故意带这个小野种过来闹事儿是吧？你们说我不是，有什么证据吗？当然有，因为我爹爹是裴总。什么？爹爹说过要给妈咪一个惊喜，我还是先不要告诉妈咪吧。我见过总裁夫人，温柔大方，而这个阿姨又丑又凶，太可怕了。江婉宁，你以为你这个野种说两句，大家就会相信你了吗？我懂，这毕竟啊，物以类聚，人狗殊途。放心，我是不会跟你同流合污的。Steven 可是高奢品牌设计界的风云人物，小到一线明星、豪人、权贵，大到皇室总统都抢着找他设计鞋子呢。你看他手里那鞋面轻盈，铺满了细钻，线条流畅，简直就是艺术与奢华的完美融合。哎呀，他也真是一个庆功宴搞得这么高调。这是专给这位总裁夫人定制的水晶鞋，今年试穿。Steven 大师，你搞错了吧？这位才是总裁夫人呢。江婉宁这个村姑啊，不配穿您定制的水晶鞋。
这可是爹地特意送给妈咪的鞋子，我不能让那个坏女人抢走。设计师叔叔，总裁夫人会穿假货吗？早知道设计师要来，我就去租个真的了，这下肯定要穿帮了。你这小屁孩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个是 Beauty 家的新款，全球都没几件，而且是夫人穿的，怎么可能是假货？这件礼服确实是假的。哎呀，我的衣服呢都有专门的造型师管理，可能今天他拿错了吧？这位小姐的礼服是 Beauty 高奢的定制，我相信她才是真正的农村夫人。高奢定制肯定很贵，还好我抽中了1等奖，不然得浪费多少钱啊！裴总怎么可能给夫人买假货呢？在我看来，他的身份很可疑。就是，一个穿着假货，一个穿着限定版礼服，这是真的夫人，当下一件。这怎么可能？她一个农村出来的女人，哪有钱买衣服？说吧，你这件礼服到底在哪偷的？你有病吧？这礼服是我老公给我买的。哎呦喂，你老公该不会是那个给裴总家开车的穷司机吧？我知道了，团伙作案。夫人，肯定是他们里应外合把您的礼服给偷了。大师，你听见了吧？这个女人的老公啊，是我老公的司机。哎呀，他估计啊是嫉妒你，所以把我的礼服偷走了。估计我身上这件礼服也是他拿假货调包的。撒谎！爹地不可能偷东西，明明是你自己穿的假货，别想污蔑妈咪。大家不要吵，这双鞋根据夫人教训定制的，二位不必争执，以示编制。夫人，咱们是，可不能让金婉宁这个穷鬼脏了你的鞋。好，我先试。我这双脚可是37码半的黄金比例，什么鞋都能穿。江婉宁，等我证实了我的身份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拿着。哎，江雪儿，这双鞋可是专门为总裁夫人定制的，你该不会穿不上吧？阿姨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你可以像灰姑娘的姐姐一样，悄悄后脚跟就可以穿上。谁说我穿不上了？我怎么可能穿不上了？来，帮我。夫人，你用力。我用力了，用力！你再。梅总监，难道我们真的认错人了？夫人，你快起来，夫人。我最近可能就是长胖了点，所以穿不上。你，我命令你，给我重新做一双。如果你穿不上这双鞋子，那就证明你不是总裁夫人。江小姐，请你试穿吧。妈咪，我想看看你穿水晶鞋的样子。好吧。就连我都穿不上的鞋，他怎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妈咪，穿上这双水晶鞋好漂亮呀，这样从童话里面选出来的公主哎。只有像夫人这样的美人，才能让这双鞋绽放出无比的光彩。鞋子一人送到，我就先离开了。我不是总裁夫人。没关系，夫人。听说今晚这场庆功宴呀，裴总一会儿会亲自到来，让他来的时候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江婉宁。什么？裴总要？怎么没人跟我说？江雪，裴总不是你老公吗？怎么还没告诉你？闭嘴！我老公肯定是想给我一个惊喜。那个，我发现我好像落了什么东西在休息室，我先去拿一下啊。我。裴总到。裴总到。诸位，江雪儿确实是总裁夫人。爹地，你为什么要帮那个坏女人撒谎？放心，待会儿她自己会承认。诸位都听到了吧？陈特助可是一直在裴总身边的哟，这位就是我们的夫人。陈特助，裴总到哪了呀？裴总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把人搞混了，我是被冤枉的。你捅的娄子，你去负责解释清楚。要是解释不清楚，今天夹子在这儿，明天就。
裴总，小人有一计。裴总还没来，听说有人冒充总裁夫人，特意派我来处理这件事。江婉宁，听到了吗？我就是总裁夫人。刚刚你和这个小野种得罪了我，还不赶紧磕头道歉？要我看，他就是嫉妒我们夫人，所以才想出这个谣言的。咦，就是，他该不会是想搭上裴总吧？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啊！土包子还想飞上枝头变凤凰，我们夫人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惹得起的。3。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再说了。待会儿我老公来了，让他把江婉宁这种垃圾给开除，以免呀遭了大家的眼。不用等，裴总已经来了，并且他也很想夫人您呢。真的吗？裴总竟然真的把我当成了夫人，难道我要飞黄腾达了吗？江婉宁，等会儿裴总来了，和夫人恩爱，你可别红了眼呐！听得住，快把裴总请来吧。这位就是我们的裴总。裴总，夫人在这边呢，您过来吧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不是喜欢装吗？这次我们就让他装个够。陈特助，这位是裴总。我跟了裴总这么多年，难道能认错了不是？不会。这不可能啊！他怎么可能是裴总？夫人，是不是我出差久了，感情有些生疏啊？我抱抱你！不，他不可能是裴总！夫人，你说什么呢呀？裴总都来了，你干嘛呢？过去啊！过去啊！我和雪儿隐婚多年，就这个庆功宴上，我决定正式向她求婚，送上我深情的一吻。不要！夫人肯定是害羞了，咱们掌声鼓励一下，亲一个。我不是总裁夫人，我是假的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你不小心闯祸，这件手链假的，我的衣服也是假的，这个身份也是假的。我本来只是想借这个身份过几天好日子，但是你们居然想让我嫁给这个恶心油腻男！我告诉你们，想都别想！所以你是承认了你冒充总裁夫人的身份？是，这总裁夫人谁爱当谁当去。好，诸位，总裁有令，江雪儿冒充总裁夫人，仗势欺人，侮辱同事，给公司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，予以开除。江雪儿，你居然敢冒充总裁夫人，还骗了我们这么久，你！哎呀！没错，我们都是受害者，你被开除是你活该。陈特助，你看我们刚刚都教训过这个江雪儿了，现在是不是可以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呀？你们几个贪权富贵，生死不可，全部开除，全行业封杀。设计师江婉宁通过自己的能力挽救了马总的订单，公司决定提升他为新的设计总监。你闭嘴！裴总在这里，轮得到你个特助开除我？裴总，我求求你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！我真的，裴总日理万机，这种事情我替他处理就好。这个人只是我请的一个群演罢了。你们真敢骗我！江婉宁，是不是你告的密？要不是你告的密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你没事吧？我才懒得管你的闲事儿。戏看够了，老公，芝芝，我们回家。
江婉玲，你搅黄了我的工作，弄臭了我的名声，怎么谁也比你好过？小姐，啊！夫人，医生，我老公他怎么样了？裴思月，你别吓我好不好？我们才刚结婚，芝芝还那么小，她不能没有爸爸的，我也不能没有你。我求你了，只要你能醒过来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裴思月，你醒醒！哎呀！妈咪，你哭错了。要不你还是先过来抱抱我。看你现在哭得这么伤心，心里面还是有我的嘛。不是魂，那刚刚那个是……我们刚刚在做抢救培训，看你哭得那么伤心，没好意思打扰。好。都说了我没事儿，还非要让我住院。你明知道我力气很大，为什么还要替我挡那一刀？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啊？只要你没受伤就行，保护你还有芝芝啊，都是我的责任。谢谢你。哎呀，弟弟妈咪，你们要带坏小孩子啦！哼，你一个小机灵鬼。思月要是知道我特意回国照顾她，说不定就会感动的直接跟我复婚了。江婉玲，她怎么在这儿？不行，如果我现在进去，我偷江婉宁孩子的事情就瞒不住了。老婆，突然有点想吃你做的红烧排骨了。我也是。好，我去给你们做。思月，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都不告诉我一声啊？快让我看看伤哪了。去碰我爹爹。就一点小伤，没什么大碍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可是你的妻，是芝芝的妈妈呀。我知道你受伤，就连夜赶飞机回来了。啊，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汤，你尝尝。没什么大事，你也看见了，快回去。你快走吧，弟弟不想喝你熬的汤，只想吃妈咪做的红烧排骨。对不起啊，芝芝，妈咪不知道你弟弟想吃红烧排骨了，妈咪明天就给你们做，好不好？你才不是我妈咪，这你不怀疑你？思月，芝芝现在这么排斥我，都是因为我们离婚了的原因。孩子长期在一个没有母爱的环境里长大，心理是会出问题的。我一直都爱着你，也爱着芝芝，而且现在我的进修也已经结束了。等你病好出院了，我们就复婚。复婚是不可能的，当初跟你结婚也只是为了给芝芝上户口罢了。再说了，我现在已经结婚了。结婚？和谁？这你就没必要知道了。我现在的家庭很美满，我很爱我的老婆，芝芝也很喜欢她。如果你想回来看芝芝，我们很欢迎，但麻烦你千万不要有不该有的心思。没错，我只有一个妈咪，你休想破坏爹爹和妈咪的感情。你赶紧走，你赶紧走，你赶紧走。
江婉宁休想抢我首富夫人的位置！你确定？老板，快签字吧，全公司的人可都等着呢。这么多，芝芝，弟弟，自己的作业自己写完。小兔子，我们去玩游戏吧。陈特助，这都生病了，让我休息2天。不行啊，老板，这些今天都得签完。陈特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这样，裴总见他受伤了，很是关心，派我来探望一下。想不到你们裴总还挺看重你的嘛，以后你可要好好工作，别辜负裴总的一片苦心。好。这怎么这么多文件啊？都堆成山了。是裴总最近要出差，所以陈特助专门把这些文件送给我，让我送到公司去。毕竟我是裴总的司机嘛。你都受伤住院了，裴总还拿你当牛马，亏我之前还觉得他是好人。资本家果然都只会压榨员工。其实裴总他也没有……你就别替他说话了，先吃饭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妈咪，你做的红烧排骨好香啊！那芝芝待会儿就多吃点。那夫人江小姐，那我先走了。夫人？夫人是一种对已婚女士的尊称。你们文化人说话就是好听，那我送你吧，陈特助。不用，我自己走。哎呦，伤口怎么样了？如果快好了，我就给你找个护工先看着。最近公司那边事情很多。不行了，哎呀，好像伤口又感染了。我这个傻妈咪，连爹地这么差的演技都没看出来。又疼了。没事吧？我叫护士给你拿止疼药。你不是张婉婷得意不了多久了。江婉宁从小到大你就压过一头，5年了，为什么你还是阴魂不散？为什么非要跟我抢？妈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的作业，我明天要交的。你赔钱货，读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你看人家隔壁江婉宁，人家成绩好，还天天在家洗衣服做饭。你把全家人的衣服拿去洗干净，不然你就别想吃饭。妈，那个江婉宁她是捡来的，我呢，我是你们亲生女儿，凭什么这么对待我？人家人长得漂亮，指不定哪天就被富豪给看上了，全家人都飞黄腾达了。你明天也别去上学了，我和你爸看好了一个人家，人家愿意出5万块钱彩礼，你嫁过去以后啊，好好伺候人家，否则挨打挨骂，我们可不管。你个死丫头！婉婉，你怎么了？他们又打你了？爸妈他们不想让我读书了，他不让我嫁人换彩礼，我该怎么办呀，婉宁？老师说了，这是虐待，你要学会反抗。不行了，他们养我那么多年，而且我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逃不掉了你。婉婉，你放心，总有一天我们会靠自己的努力离开这里的。
既然你挡了我的路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喂，帮我办一件事儿。总监，盛世集团突然取消合作了，我们派了好几个人去都被拦回来了。盛世集团，周天放，我亲自去一趟。喂，夫人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都办好了。干得不错，钱已经打到你的账上。好的，谢谢夫人。江婉宁，等思月看到你被野男人玩弄的时候，他还会咬你。裴总，那不是思月的老板吗？见过裴总，见过大小姐。老公。老公，芝芝，完蛋了！老公，你不是裴总的司机吗？他们怎么叫你裴总啊？司机？裴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是裴总，他们认错人了。爹地和妈咪是在玩角色扮演，等会儿爹地说什么，你只要照着做就行了，明白？大小姐放心，包明白的。其实是这样，老婆，今天啊，裴总要来视察，只可惜他突然临时有事儿，就来不了，所以就全权委托我来帮他视察。是这样吗？没错没错，是我们没看清下车人是谁，是我们认错了。原来如此，各位领导，谢谢你们配合我老公的工作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这死不了之人。对了，妈咪，你来这你干什么呀？我是代表公司来谈合作的。我快迟到了，先不跟你们说了。老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样？没穿帮吧？老板，您的眼界那是越来越平整，毫无破绽。夫人肯定发现不了。那就好。今天是妈咪第一次去谈合作，我想去帮帮她。好，那你记住，如果要是遇见危险，记得一定要告诉爹爹哦。爹爹放心，芝芝出马，一个顶俩。好。哎呀！去！周总，我是繁星集团的项目总监江婉宁，过来跟您谈一下项目续约的事情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繁星集团还有这样的大美女，早知道是你亲自做嘛，我们早就合作的了。哎呀，周总，你还是先看一下合同吧，哪里不满意咱们可以详谈。这合同嘛，就不用看的了，只要你把这杯酒喝了啊，马上就签啊！来吧！哎呀，好酒量的了，来，这里。那个，我酒量不太好，周总，我看您今天也喝多了，要不我改天再来。站住！周总，这是想做什么？我说美女啊，来都来了，就别再见死啊，给个拜个。少爷，你
没事吧？我的嘴啊！你别笑！你最好洗澡以后别遇到我，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这么的打？好啊！我让你打，我让你床上慢慢的打，抓住他！不准欺负我妈咪！不准欺负我妈咪！芝芝，你怎么来了？妈咪别怕，芝芝很厉害的，一个打10个。哟，就一个小屁孩而已，敢在我的面前放肆，就我用一根手指头就能够按死你们2个。周总，事情是我做的，我一人做事一人担，还请你不要牵连我的家人。哟，又过去，我喜欢。老子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只要你当着我的面把这啤酒全部都喝了，周氏集团全部的业务都可以给你们繁星集团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不但得不到我们的业务，你们繁星集团还会在整个行业里被全盘的封杀掉。10年，要是签了这笔单子，我们一家3口的生活就能更好了。妈咪，你不要喝。小屁孩，你找死是不是？住手！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伤害我的孩子。叔叔，你敢不敢跟我掰手腕？要是我赢了，你就把订单给我妈咪。去，就一个小屁孩懂什么的，一边去。哟，叔叔，你该不会是怕了吧？连我一个6岁小孩都怕，传出去怕是要让人敲掉大牙喽！哈哈哈哈！别说，哼，小屁孩，要是你输了，你妈咪她就是我的了。芝芝还只是个孩子，我跟你比。妈咪，你放心，我打他只需要1根手指。小屁孩，老子以前可是雇佣兵出身的，这样我看你是个小孩子，我先让你3秒钟，过来。听说又有人去找周总谈合作了，挺年轻的，可惜了。是啊，那个周总可是出了名的好色，之前来我们餐厅跟他签约的女孩都被他折磨得不轻呢。之前繁星集团就来了好几次，这次来的美女恐怕要惨了。糟了！叫我娘，待会儿我会好好陪你玩玩的，我好期待哟！周总为我，周总为我，周总为我！准备了，1、2、3。就算芝芝输了，凭我的力气，应该也能带着芝芝全身而退。就是订单，用力呀！刚才是让你的，我没吃饭吗？现在到我了。我的手！耶！芝芝，没想到你力气这么大。芝芝是天生的，妈咪放心，芝芝以后保护你。这么巧，我也是天生一起大，会不会我和芝芝是？小兔崽子，你可侮辱你！男人，给我抓住他们！上！糟了，这酒有问题。天哪，这也太惨了！严总那样肯定没救了。周天放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我的女人都看不好。爹，飞龙，你救我！救我！这是怎么？这个坏蛋欺负妈咪，我是专门来保护妈咪的。你敢给我下药？别走！我不知道他是你的老婆和你的孩子啊！我冤枉的呀！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我什么骗我都被占掉了！别走！我真是…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是其他人，就会被你欺负是吗？
裴总，都是我的错，这项目我也不要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啊！你饶我！我的错，妈咪，求求钱，我的错。思月，你不是司机吗？他为什么让你给他订单？你听错了。好热，好热。这该死的周天放竟然敢给你下药，我一定不能放过他。思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昨天晚上可是有人求着我留下来的。昨晚？你这脸怎么了？怎么青一块紫一块的？看来有些人呐，记性不是很好，那就让我来帮他好好回忆一下。我今天还要上班，我先去吃早餐。昨晚表现不错，奖励一张亲亲券，可以随时兑换。一模一样，难道5年前的那个女人是我？High and dry, where no one can see. If there's no one to blame. 我不喜欢你，你才不喜欢。怎么了，裴总？最近是迷上了忍者神龟是吗？我最近总感觉婉宁跟5年前在桃李村招待所的那个女人很像，而且她跟芝芝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亲密感。难道……我知道，裴总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，才让你们成为了一家人。去查一下，5年前那天夫人到底在干嘛？是。哎，陈特助，你这么着急要去哪儿啊？是老板让我去调查一下夫人5年前的行踪。什么？怎么了，秦小姐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就是好奇，为什么突然要查5年前的事情啊？是不是思月和他夫人闹矛盾了？老板和夫人感情好得很，怎么会闹矛盾呢？就像昨晚夫人遇到危险，一个打10个，老板都差点要被夫人给迷倒了。我怎么忘了？那个贱人力气很大，不能用常人的方式去对付他。对不起，秦小姐，我不是故意说这些的。啊，没关系，听到思月和他夫人感情很好，我就放心了。你先去忙吧。思月，我来看你了。今晚我们已经没关系了，以后没事儿不要来找我。就算我们离婚了，可我还是芝芝的母亲啊，关心一下你也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你受伤了又不懂得如何照顾自己，这是我给你煲的汤，你尝尝。
喂，老婆。5年了，裴思月从来都没有这么叫过我。江婉宁这个贱人，不过短短几个月就把裴思月迷得团团转。喂，老婆。思月，你是不是忘了今天是芝芝的生日啊？当然没忘了，我这就回家。你去哪儿啊，思月？江婉宁，我会让你知道，谁才是真正应该和思月在一起的人。董事长，你辛苦啦。蛋糕上画着爹爹、妈咪，还有芝芝。芝芝真聪明。那这个上面画的只有爹爹1/1000帅气。一个大馋猫，一个小馋猫。今天呀，不仅仅是我们芝芝的生日，同时呢，也庆祝你成功拿下周氏集团的订单，升职加薪。哦，说起这个，我前几天去看周总，他非说你是裴氏集团的裴总。真香！吃个啊，吃个！我和芝芝下手这么狠吗？周总，不好意思，我来看看你。夫人，你别逗我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的错，哎呦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周总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那天的事儿，我跟我老公也确实有点冲动了，希望你可以不要计较。不，这夫人，你别逗我，我怎么敢是你和裴总呢？我的错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我看这个周总一定是被我打傻了。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，你是谁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那个婉宁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其实我……好，等一下，我去开门。婉婉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知道今天是芝芝生日啊？快进来。4月，芝芝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好朋友秦婉婉。4月，芝芝，你们怎么不说话4月，芝芝，我不请自来，你们不会怪我吧？没有，这是你的权利。 ？4月，婉婉，你们认识啊？当然。芝芝，生日快乐！你看，这个是我特意找人给你定制的蛋糕，快过来看看，喜不喜欢？不喜欢，我们家不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芝芝，来者是客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婉婉阿姨呢？快给婉婉阿姨道歉。我不，妈咪不想跟她一起过生日。今天是我们一家3口给芝芝过生日的事。如果你想给芝芝过生日，我们可以改天单独再过一次。但现在，麻烦你离开。4月，我只是想给芝芝过个生日而已，你连这点时间都不给我吗？婉婉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老公他们可能不太习惯跟陌生人相处。4月，芝芝不懂事，你还不懂事，快跟婉婉说你不是那个意思。婉宁，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，我跟4月不是陌生人，我是芝芝的亲生母亲，也是4月的前妻。你说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婉宁，我以为4月已经告诉你了，我才登门的。你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呢？亲妈来看孩子，天经地义。婉宁，我就知道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肯定会站在我这一边的。上次4月受伤后，我到医院去看她，才知道她再婚的，没想到竟然是你，这真是太巧了。先坐吧。婉宁，毕竟我才是芝芝的亲生母亲，这些年我也一直都在海外进修，难得有机会能够和4月一起给芝芝过个生日，要不然你先回避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想到。你是我的合法妻子，也是芝芝的妈妈，你有资格坐在这里。没错，妈咪，我想跟你一起过生日。既然4月和芝芝都这么说了，那你就先坐在这儿吧，婉宁。芝芝，妈咪知道你最喜欢吃冰淇淋蛋糕了，特意找了个甜品大师为你定做了一款，快过来看看你喜不喜欢吃。妈咪，你怎么了？
不好意思呀，我刚看到你已经给芝芝定了，还是同一家。你干什么，裴思月？我竟然嫁给了好朋友的前夫，我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家，为什么老天要这么戏弄我？妈咪，你放心，弟弟不喜欢那个女人，只喜欢你。我也是的。芝芝别难过，天底下所有的妈咪都会喜欢自己的孩子的。我就知道妈咪最喜欢芝芝啦。等等，芝芝也是5岁，那秦婉婉应该是跟我同时怀孕才对。可当初我生孩子的时候，婉婉根本没有怀孕，她的孩子怎么可能跟我的孩子一样大呢？芝芝，没想到你力气这么大。芝芝是天生的，妈咪放心，芝芝以后保护你。芝芝，你的亲生母亲有没有告诉你的生辰啊？芝芝是早产啊，提前很早就出生了，她当时生我受了不少苦。这么算起来，婉婉当时是怀着孕陪我生产的。江婉宁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怎么能那么想自己的好朋友？思月，你慢点儿。之前芝芝过生日你都是不闻不问，今天来这里干什么？跟你说过了，我会向你证明我能够做一个好妻子、好母亲。现在我进修结束了，想回来和自己的女儿培养一下感情，不行吗？你之前5年都不培养感情，现在也没有必要。芝芝现在有我和婉宁就够了，希望你不要来打搅我的生活。思月，就算是犯人也有改过自新的权利吧，更何况我是一个母亲。我想和自己的女儿、自己的丈夫亲近一些，我有错吗？女儿是你的女儿，但我已经不是你的丈夫，我们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我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，希望你不要来打搅我和我老婆。还有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认识他的，但是你最好不要在他面前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如果让我知道的话，我随时可以收走你现在拥有的一切。江婉宁，凭什么所有人都喜欢你？凭什么你处处都比我好？既然我得不到，你也别想得到。你要离开我了吗？傻瓜，你是我的合法妻子，我离开了，你去哪儿了？他呀，只不过是过来想见见孩子，别的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来跟你说。不用，我就是开玩笑的。今天是芝芝的生日，我知道。明年的今天，我想有一个弟弟妹妹跟他一起过。你胡说什么？肯定不行的。记住，永远别跟男人说不行。张大哥，你鬼主意多，我必须赶紧跟婉宁坦白我的身份，并把她的身份昭告给天下，不然外面这些女人老打我的主意，她会没有安全感的。裴总，问我您算是问对人了。我看过的短剧没有10000，也有1000，对付这种桥段，往往的解决办法就是一个字：快！男女主在坦白前，往往会遇到重重阻碍。男的又要准备什么仪式郑重道歉，这时就会遇到反派趁虚而入，所以一个字：快！迅速让女主知道，然后迅速花跪求饶道歉，才是正道。你说的有道理，那我就这么做。婉婉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知道4月是你老公，也无心插入你们的婚姻，但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而且你们也已经离婚了，希望你可以成全我们。婉宁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这次来不是为了要拆散你，而是想让你知道更多的真相，做一个更适合你的选择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入职的繁星集团被裴氏集团收购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，但这跟4月有什么关系？因为裴思月就是裴氏集团的总裁。怎么可能？
裴思月为了瞒你，可真是煞费苦心呀。他抹掉了社交媒体上的所有数据，唯独忘了这个。老板好，我不知道她是你的老婆和你的孩子啊，我冤枉的呀！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我什么骗我都没找到。哎呦！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是其他人，就可以被你欺负是吧？裴总，这都是我的错，这项目我也不可料了。婉宁，你这么聪明，你肯定知道我不会在这些事上瞒你。至于那个裴芝芝，她全身上下的东西，没有一件是低于5位数。我爸爸很有钱的，芝芝的零花钱有5000万，爷爷奶奶还给了我5套别墅，这些都可以当做彩礼给你。像他们这样的家庭，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是够不着的。我们掏心掏肺的对他们，他们却对我们处处设防。说白了呀，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养孩子的工具人。项链现在多少钱了？5000万，继续加价，不管多少钱都要把它拍下来。那可是英国女皇的皇家项链，升值空间很大的。哦对，原来这么长时间的幸福，竟然是我自己给自己构建的假象。我想给她一个惊喜。今天回来挺早啊，公司不忙吗？我给你打了很多的电话，你都没接。公司忙不忙的，你最清楚了吧？看我这脑子，你才刚拿到周氏集团的项目，肯定很忙。我怎么把这事儿给搞忘了？那还真是多亏了你呢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总感觉今晚风凉飕飕的。我有事儿跟你说。那你先说。稍等一下，我先去下卫生间。婉宁，其实我是裴氏集团总裁裴思月，我不该隐瞒身份，是我鬼迷心窍，但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我想跟你一起走下去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就这么说，就算被打成猪头了，也得坦白。那个婉宁，其实我是……我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婉宁，怎么好端端的要离婚？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我可以解释的。我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是首富裴总，解释你不是故意骗我。你都知道了。裴思月，堂堂首富隐瞒自己的身份，带着孩子和我约在这么个地方，天天跟我玩 cosplay， 扮演穷人，很累吧？对不起，婉宁，我……但是这场游戏我不想跟你玩了。我说过，我最讨厌别人骗我，尤其是被自己最信任的人欺骗。你从一开始就对我有防备，是怕我冲着你家的钱去的吧？堂堂首富裴总为了骗我，竟然带着孩子，精心编织了一个这么大的谎言，我还真是荣幸啊！不是这样的，婉宁，这些都是误会，我是有……最起码，芝芝对你是真心的，我也是真心的。真心是要用真心来换的，你不配！裴思月，我们的开始就是一个错误，不能让他再一直错下去了。离婚吧。喂，假你尝尝。张总监，有客户来了，要我们去开会。陈特助，不说裴总来了吗？人呢？裴总，有事吗？婉宁，你一直不接电话，我就只好跑到公司来找你了。所以你是以司机的身份来找我的，还是以裴总的身份来找我的？如果是以司机的身份来找我的，抱歉，我们没有什么工作往来。如果是以裴总的身份来找我的，还请裴总不要聊私事。婉宁，你就不愿意给我一个弥补错误的机会吗？裴总的机会，外面大把的女人抢着要，不必留给我。裴总，我还有事，请你离开。好，那我明天再来。
知道你愿意听我解释没？我不干了。夫人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江婉玲离职了。江婉宁，果然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。从小就清高，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。既然你让了位，总裁夫人的位置就是我的了。苏总，有人发现小野玉佩出现在云城，而且家族内部也监测出云城中有一些神力的流动。分不下去，就算是把云城翻过来，也必须找到我女儿。妈咪，芝芝慢点，芝芝小心。没事吧，芝芝？芝芝没事。哎呦，姑娘，你们没事吧？这刹车不知道怎么就失灵了，我带你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没事，阿姨，我和孩子都没事，就是这刹车失灵太危险了。我看这附近刚好有个检修厂，你还是赶紧联系一下，叫他们过来拖走检修吧。走吧，芝芝。这姑娘倒是热心肠，如果是我女儿就好了。这不是主公家做的生意吗？可这姑娘，我找到我女儿和外孙女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思月，万年，哎呀，怎么是你？你为什么穿着婉宁的衣服？你赶紧换下来。算了，你不用换了，我再重新给他买一件。思月，江婉宁她根本就看不到你的好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好好爱你，好不好？别碰我！5年前是我对不起你，物质上我可以弥补你，别的想都不要想。那个江婉宁她有什么好的？她一个农村出来的野女人，浑身都是穷酸味儿。你知不知道她5年前还死过一个孩子？什么？连你也嫌弃她了吧？她被她的妹妹骗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床上，生下了一个小野种。她是一个不清不白的女人，她都这样了，你还会喜欢她吗？怪不得她这么讨厌别人欺骗她，怪我没有了解她。你疯了，裴思月！她都这样了，你还喜欢她？告诉你秦婉婉，无论她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喜欢她。反而是你，不管再怎么模仿，你都成不了她。趁我把她带回来之前，赶快滚出我们家！凭什么？江婉宁，你都离开了，还抓着裴思月的心不放。好啊，既然这样，我就让你永远消失。妈咪，芝芝想吃冰淇淋，那芝芝乖乖在这里等妈咪好不好？芝芝，芝芝，想要救你的女儿，就一个人来 A 八仓库。我女儿呢？把我女儿交出来！不着急，听我雇主说你很能打，没想到是个娘们儿。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有多能打呀！识相的话，赶紧把我女儿放了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不客气法！哼，别一会儿被打哭了，跪地求饶就行。兄弟们，上！不要怕，兄弟们，这是个豆腐渣工程，他能轻易的掰断一根钢筋，也是很正常的。别怕，上！
女侠饶命啊！我们这就滚，这就滚！别装死了，快走！妈咪教我。秦婉婉，她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不是因为你，她才不认我的。还有裴思月也跟我离婚了，你想让我放过她吗？哼，好啊，你把这个喝了，我就放了她。妈咪，你不要听他的，他也给我喝了，现在我都没力气了。闭嘴！这个东西能抑制人的神经，刚好能够抑制你的神力。只要你喝了它，我不仅能放了它，还能告诉你5年前你生了的那个孩子的下落。你说什么？难道我女儿没死？你想知道吗？想知道的话，就把它给我喝了，否则的话，我现在就杀了我喝。妈咪，不要！还真是母女情深呢。只可惜今天你们都得给我死在这儿！妈咪，你快走！你个小贱种，你敢咬我！这不是我给我亲生女儿的那块玉佩吗？这是我亲生父母留给我的玉佩，因为我不小心摔成了2半，这一半正好给她戴上。妈妈会保护好你。芝芝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！芝芝，你真的是我的女儿！小贱种，真不愧是亲生母女啊！我养了你5年都养不熟的白眼狼！秦婉婉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当初护士告诉我孩子已经死了，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在你身边？你还冒充他的亲生母亲，你还真是一个蠢货啊！5年前是我买通了护士，把你的孩子用一个死婴调包的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明知道我有多爱他。最好的朋友，那凭什么我就要被嫁去换彩礼，而你竟然勾搭上了首藩，生下这个小贱种？是你告诉我要想尽办法逃出那里。是啊，我还得感谢你呢。要不是因为你九死一生生下了这个小野种，我也不可能嫁给裴思月，当上首富夫人。那是你为什么你要出现毁了这一切？婉婉，女人独立自强，这并没有错。可是你不应该抢走我的孩子，用欺骗和伤害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欺骗？哼，不，都是因为你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思月她也不会离开我。江婉宁，要杀了你！思月，你怎么来了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秦婉婉，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丧心病狂，趁婉宁产后虚弱抢走她的孩子，还敢冒充婉宁啊！思月，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我爱你，只有这样我才能够留在你身边。秦婉婉，别侮辱人，你欺骗我，还妄想把我最爱的人杀死。我已经把你所有的罪行都告诉给警察，下半辈子你就好好在牢里赎罪吧。好啊，我已经在这里全都布满了炸弹，今天就都给我去死！秦婉婉，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但我毕竟是亲生的，而你只是一个被捡来的孤儿罢了。你凭什么夺走我的一切？说他是孤儿。月儿，妈妈找到你了。你看，这是我们苏家的族徽，而且你是天生神力，这一点刚刚你也应该看到了吧？你真的是我的妈妈，外婆。芝芝乖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能得到所有的爱？江婉宁，就算你身份尊贵又怎样？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死！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这那些炸弹都被拆掉了，来人，把他送去监狱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婉宁，之前啊，
是我做了很多错事儿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弥补你的机会？那就罚你用一辈子补偿我。